电影是戏剧的一种表演方式，但却可以呈现出真实人生的百样面貌。每个人生活内容尽管不一样，但只要是以人为主题的事物，都涵盖着人类丰富的思想与情感的交流。这也是为什么看一部好电影可以激发出内心底层悸动之音。这部《天堂的孩子》就有这种直诉，呼呼呼，急促的喘气声从阿里浅色的喉间蹦出，汩汩而出的汗水浸湿了衣衫，刺痛了双眸。在急速飞奔的当下，他仍小心翼翼地计算着领先在前的人数，提醒着自己不可以跑太快。第3名，我只要第3名就好，速度持续加快。他告诉自己，我一定会得到第3名，赢回一双鞋子的，一定会第3名。为什么烈日灼身下的搏命奔跑，阿里只想得到第3名？参加4公里的马拉松比赛就只是为了赢得一双鞋子，一双鞋子。过去这些日子，阿里的妹妹莎拉不也是为了一双鞋子这么卖力的奔跑吗？小小的身躯无畏地穿梭在车水马龙的街头，每当她气喘吁吁地飞奔到阿里身旁时，阿里总是气急败坏地说，你怎么这么慢？我已经很快了，一下课我就冲过来了。莎拉小小的声音无限委屈，他们迅速地交换着彼此脚上的鞋子。阿里换上球鞋，莎拉套上拖鞋，接着阿里开始没命地奔跑。好啊，阿里使劲地跑，他绝不能迟到，不能被老师发现，不能让父母知道。他用他整个的生命灵魂在跑，而这种日复一日不停地奔跑，为的也就是一双鞋子啊。这是一部电影，故事要从9岁的阿里无意间弄丢了妹妹莎拉的粉红色外出鞋开始。这双鞋子虽然又破又旧，修修补补了好几次，却是莎拉的唯一外出鞋。阿里恳求妹妹，无论如何都不要告诉父母鞋子不见了，因为他知道家里根本没有钱。他们一家5口住在1楼某个小镇6平不到的房间里，房租已5个月没缴，食物是赊来的。母亲椎间盘突出，痛苦不堪；父亲工作低贱，所得嫌少，还要忍受房东3不5时的催缴、嘲弄和谩骂。莎拉是懂事的，她怎么会不了解家里的状况呢？但是没了外出鞋，莎拉要如何上学？阿里建议2人共穿他的破球鞋。天哪，阿里的破球鞋沾满了尘垢不说，还松松垮垮的，怎么穿？但泪眼婆娑中，莎拉仍是万般无奈地接受了阿里的恳求。于是一场场快速换鞋行动便紧锣密鼓地在街角无人巷弄上演着。莎拉飞奔来，2人换鞋，阿里飞奔去。莎拉天天祈祷，哥哥加油，不要迟到了。阿里也日日在老师责备后期许，明天我要跑得更快。是啊，莎拉也是如此期许着自己啊。头巾在风中快速地飞舞着，她心疼哥哥因迟到被骂，要求自己再跑快一点点。但是鞋子实在是太大了，终于有天在忘情的奔驰中，一个跳跃，一只鞋子掉进水沟里。莎拉追赶着随水漂流的鞋子，她够不住，捞不到，她心急如焚，眼泪簌簌而下。这是她和哥哥唯一的鞋子了，万一……最后虽然一位好心人帮助涕泗纵横的莎拉找回了鞋子，但她内心焦虑委屈的情绪再也无法隐藏。她哭着对阿里说，我再也不穿你的鞋子了，你把我的鞋子找回来，我要告诉爸爸妈妈。阿里坚毅的回应，我不是怕被打才不让你讲，爸爸没有钱，你不要再让他去借钱，你要懂事。于是日子就又在每天的飞奔、换鞋、迟到、挨骂、忍辱、哭泣中度过。有天，意外的，莎拉竟在同校同学的脚上看到了他的粉红皮鞋。正当兄妹俩理直气壮的想要讨回自己的鞋子时，
却发现同学的父亲是位瞎眼老伯，靠着脖子上挂着的零售木盘，沿街叫卖讨生活。阿里和莎拉四目相觑，一句话也没说的掉头离去。阿里和莎拉的父母亲虽然没受高等教育，但他们真诚坦然，质朴谦抑。生活再不宽裕，母亲仍会常常接济邻近的贫苦人家，父亲所得再微薄，也不会利用机会盗用所经手的公家之物。这样的身教使兄妹俩知道要体恤他人，代他人着想。所以如果有人比他们更需要那双鞋子，他们怎么忍心去要回来呢？于是阿里更卖力地陪着父亲到上城豪宅区打工赚钱了。他总想父亲手头快些宽松，好帮莎拉买双新鞋。但父亲好不容易辛苦赚来的钱，竟在一场无情的车祸中消耗殆尽。漆黑的夜里，阿里睁着双眼，无声哽咽到天亮。是不是努力祈求来的呢？学校的布告栏上登着教育当局即将举办一场学童马拉松比赛，第3名的奖品竟是1周度假营，球鞋1双，球鞋1双。阿里目不转睛地紧盯着这4个字，心中再度燃起了希望。只要得到第3名，我就可以赢得1双球鞋，我可以拿去鞋店换1双莎拉的外出鞋，那么莎拉就有鞋穿了。渴望赢得奖品的心使阿里不畏老师的严峻苛责，他几乎是声泪俱下的恳求老师网开一面，让已超过报名时限的他能够有个试跑的机会。他不断的重复，求求你让我参加这次比赛，我保证一定赢，求求你帮我报名，我跑得很快，我保证一定赢。真的是心底的呼喊祈求呐。老师在错愕中准许这奇怪的学生去试跑，当然也在错愕的惊喜中发现，这个哭喊苦求的孩子竟然真的是一个赛跑好手。阿里如愿的去参加马拉松比赛了，他答应莎拉，他一定会带回1双全新的鞋子。还剩700公尺的路标出现在眼前，阿里谨慎的让自己一直维持在排名第3的顺位上，但一个踉跄，阿里被人恶意的推倒，眼看就要接近终点了。阿里奋力爬起，猛力冲刺。终点前，5名最快的选手挤成一团，早已分辨不出谁是第1，谁是第2。阿里只知，我被耽误了，我要快一点，我要的第3名。阿里没命的冲过中线，虚脱的阿里被老师抱起，劈头第一句话就是，我是不是第3名？他期待着答案。你得到了第1名。欣喜若狂的老师将阿里高举肩头，一心风发的吆喝着照相留念。但当摄影师要求阿里将一直低垂的头抬起，好方便拍照时，只见阿里的双颊早已布满伤心的泪水。他颓丧的回到家，面对莎拉期盼的眼神，说不出1个字。当莎拉充满光彩的双眸倏地暗淡下来时，阿里心中满意的愁绪，一如院中池塘里涨满的蓄水，无处宣泄。然而故事并未就此结束哦。只见另一个场景中，阿里的父亲正仔细地挑选着家中的所需品。满载货品的脚踏车后座上有2双崭新美丽的皮鞋，正随着脚踏车轻快的节奏一晃一晃的迎向阿里和莎拉。因住1双破旧的鞋子，交汇出阿里和莎拉兄妹2人的谅解与体谅，使得即便物质匮乏的环境也充满了天堂的味道。奔跑的孩子跑出了爱，跑出了天堂。